Hello，大家好，今天是12月22号，先一起来看看加拿大的疫情的情况。现在加拿大总病例已经达到52万人，昨日新增病例6382，昨日死亡病例105。安省昨日新增病例2181，魁省昨日新增病例2108，BC 省昨日新增病例1667。这几天英国变种新冠病毒危机继续发酵，全球现在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对英国实施了旅行禁令。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比原来更强了。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批准辉瑞疫苗的国家，直到现在英国确诊人数还是有增无减，这就足以看出此次变种的新冠病毒威力巨大。面对这种情况呢，加拿大政府紧急宣布切断一切与英国有关的航班。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和医疗机构这几天正在全力追踪从英国飞来加拿大的旅客。这个疫情爆发了已经小1年的时间了因为持续的时间太久了，可能很多人对疫情的关注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但这几天呢，变种的病毒呢，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关于变种病毒，大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变种病毒引起了全世界的担忧？主要的原因呢，是有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个新型病毒的传播力更强。专家说呢，这一变种病毒的传播力增幅达到了70%。第二呢，就是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更快。这一变种病毒呢，最早是在今年9月份被发现的。到了11月的时候伦敦大约就有1/4的新冠感染和它有关了。到了12月中旬这一数字就迅速扩大到了2/3，它的增速大大超过了以前的新冠变种病毒。第3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变种病毒还处在突变之中。一些突变已经在实验室中被检测出来了，而且突变呢增强了病毒的感染能力。大家对变种病毒关心的第2个问题呢，就是它已经传播了多远。目前有专家分析，除了北爱尔兰，该变种病毒呢现在已经遍布英国各地，但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伦敦和英格兰东部、东南部。有数据表明，丹麦、澳大利亚的变种病毒病例呢都来自英国，荷兰呢也报告了相同的确诊病例。目前加拿大还没有发现变种病毒的病例大家关注的变种病毒第3个问题就是它更加致命吗？专家说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该病毒更加致命，但是呢，仅增加的传染数就足以给各国的医院造成麻烦，因为它的传播速度特别快嘛。当它快速蔓延起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在短时间内被感染，这时候呢，医院就要收治更多的病人，医疗资源呢就会变得非常紧张。第4个问题，现在的疫苗能对抗变种病毒吗？目前专家的说法呢是，现在3种领先的疫苗都对现有变种的病毒有效，但是这种新型变种病毒还在快速的变异之中，变异之后呢，就不知道现有的疫苗是否有效了。通过以上的信息我们就知道现在加拿大疫情处在最危险的时候。近1个月以来每天的感染病例呢都在7000左右，数量非常高。而且呢，现在这个数字没有向下走的迹象现在又处于圣诞节的假期之中，所以说在加拿大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动。接下来再来看看加拿大疫情救助方面的信息。加拿大税务局呢刚刚公布了30多万户获得工资补助的企业名单，公众呢可以通过官方网站查阅加拿大的哪些雇主申请了工资补助。截止到12月13号的时候工资补助就已经向全国36.8万户企业、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发放了超过540亿加元的紧急工资补贴。这个补贴呢，只有因为疫情导致收入下降的企业才有资格申请。不符合资格的企业呢，如果申请了工资补助，不但会被要求退款，而且呢，他们还要支付25%的罚款。这就和 CERB 是完全不一样的。CERB 可能你错误申请了，只需要退回就可以了但这个呢，还要支付25%的罚款。所有的相关网址呢，我都会附在这个视频的下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阅。最近 BC 省居民呢也开始申请本省的疫情补贴，也就是复苏补贴。据说开始申请的第1天，由于申请的人太多BC 省的政府网站一度崩溃。复苏补贴申请者呢必须年满19岁，而且呢报过2019年的个人所得税。家庭年收入呢在12万5千加元以下的家庭可以领取1000加元，单身如果收入在6万2500加元以下的可以领取500加元。收入超过这个标准，但是呢家庭年收入在17万5千以下，个人年收入呢在8万7500加元以下的也可以申请，只是补助的额度呢会相应减少。
这项补助的申请期限呢是2021年6月30日。目前呢，占加拿大总人口2/3的安省和魁省已经采取了更加严格的封禁措施。如果您居住在这2个省的话，建议到政府的官方网站查一下具体的封禁措施是什么，以防收到罚单。最后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